乌军在库尔斯克占领450平方公里，俄却3天宣布6次打劫。泽连斯基称要让俄罗斯人感同身受。乌军 FPV 击落俄武装直升机 ，F-22抵达中东，美军展示一系列无人先进武器，包括仿生机器狗。美国陆军被巨石强森坑了1000万美元。今天呢，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库尔斯克局势。俄媒体在8月6号以来，短短不到3天内，已经宣布了6次的库尔斯克大捷，可以说是捷报频传了。8月6号的10点01分，库尔斯克州州长宣称安全局与边防部队坚守边境。3小时后，俄安全局称与军方支援部队击退来犯敌军。6小时之后，俄国防部再次称大破来犯敌军，残敌撤回乌克兰。第二天呢，格拉西莫夫称已经成功阻止了敌军深入库尔斯克的企图。俄国防部表示已经阻止敌军深入库尔斯克。到了第3天，也就是大兵写稿这天呢，俄国防部又说已经击退个别敌军单位突入库尔斯克的尝试。然而，根据战争地图显示，乌克兰在库尔斯克州的占领区从第1天的几十平方公里已经扩展到了如今的上百公里。其中最极端的说法呢，称现在乌克兰的占领区已经达到了450公里。不过大兵认为该说法是有失偏颇，似乎是把交战区也算成了占领区。其实比起战场战况呢，现在俄乌双方的信息战的激烈程度正处在近2年最火热的阶段，网上各种真假资料乱飞，大兵也只能选取一些可信度较高的或者有视频证据的进行报道。首先是乌军最远推进距离问题。俄罗斯军方称，乌军已经推进到了距离边境30公里的2处地区，但这一说法呢存疑，尚不清楚乌军有没有彻底控制该地区。有俄军透露，乌克兰小型装甲集团正在进一步向俄罗斯后方推进，绕过俄罗斯的防御工事，与俄军队短暂交战，然后退出交战。这表明乌军正在采取游击战战术，其目的并非是为了占领某地，而是不断地在俄罗斯领土乱窜，让俄军无法捕获其主力，然后使用最爱的人海战术进行包围战。这种战术其实非常明智，乌克兰指挥官知道，无论现在的战况如何，等俄罗斯回过味儿来，把北方集团军的主力调回来，他们一定无法守住现在占领的地方，不如利用库尔斯克州人少地广的情况，同俄军展开运动战，一边消耗俄军精力，一边制造混乱，迫使俄军将更多部队调回本土维稳，改变现在的俄乌局势。波兰军事专家康德拉穆兹卡表示，根据他的消息源，乌克兰带着至少第22和第93机械化旅以及第80和82空中突击旅的部队进入库尔斯克州，总人数是在1000人以上，最远推到了俄境内27公里。然而，在俄罗斯境内的乌军以营的规模在俄罗斯境内活动，这和大兵刚刚所聊的乌军使用的游击战术相同。同时他表示，这次乌克兰袭击俄罗斯是乌总参谋部的计划，而非之前经常指挥渗透行动的乌克兰安全局。因此我们可以看到，在本次行动中，乌军展现了更多的先进战术，包括坦克和机械化电子单位在炮兵、防空和电子战能力支持下进行联合行动，这种协同作战能力是俄军所不具备的。另外，根据 BBC 的报道，泽连斯基在8号晚上的讲话中说，俄罗斯将战争带到我们的土地上，现在他们应该感受到他所做的事情了。乌克兰人知道如何实现他们的目标，我们没有选择在战争中实现我们的目标。值得一提的是，泽连斯基并没有直接对库尔斯克的情况发表评论，在这件事上呢，乌克兰官员统一保持了诡异的沉默。但是美国证实了此时，并且白宫新闻秘书卡林让皮埃尔表示，美国正在向乌克兰伸出援手，以更好地帮助他实现目标。俄罗斯国民警卫队表示，他们已经加强了库尔斯克核电站周围的安全。该核电站位于处在争夺状态的苏贾东北约70公里处。从昨天普京的直播画面，我们能够看出，这次乌军的突袭把他气得不轻，所以俄罗斯很快就会有所行动。接下来，我们再来分析一下俄罗斯会如何进行反应以及其效果。首先，俄罗斯可以使用现有的低质量部队和非正规部队进行防御，比如应征入伍者、FSB 边防卫队以及车臣部队等。
来防御乌克兰进攻。然而，这些部队通常不具备高效的战斗力，但对于现在火烧眉毛的俄国防部来说，他们没有选择，一定会继续利用这些部队来阻止乌克兰推进。想要真正的解决该问题呢，已经进入乌克兰的北方集团军是一定要调动的。这些部队目前已经部署到了库尔斯克州、布良斯克州和别尔格罗德州的边境地区。尽管他们在哈尔科夫州的行动中遭受了重大损失，但现在俄罗斯的面子受伤了，就只能再苦一苦士兵了。他们很可能会重新部署到库尔斯克，但是这种拆东墙补西墙的行为会导致俄罗斯其他边境的防御能力更加薄弱。如果以上两招还不管用，俄罗斯可能会从其他战区重新部署作战预备队和更具战斗力的部队到库尔斯克。这些部队呢，包括那些预备下一波大规模攻势的部队，以及具有乌克兰作战经验的精锐部队，比如威迪威。事实上，网上已经有消息称，部分威迪威部队搭乘着1276被空投到了苏贾地区，然后被乌军伏击，损失惨重。不过该消息没头没尾，可靠性有待验证。除了地面部队，俄军同时还会增加库尔斯克地区的航空和打击部队，以支持防御行动。这可能包括大规模的旋翼和固定翼航空行动，以削弱乌克兰的机动能力，并阻止乌克兰巩固其阵地。但大兵昨天说过，这次乌军应该是部署了数套防空系统，恐怕不久之后，俄罗斯的特别坠机行动就又要重演了。近年来，乌克兰无人机操作员越发频繁地利用第一人称视角无人机在战场上及周边对俄罗斯直升机发起拦截行动，但一直是没有成功的案例。不过，在最近一段发布于8月5号的视频中，一架乌克兰无人机直接袭击了俄罗斯的米28攻击直升机。画面中，无人机从直升机左后方悄然逼近，随后在其尾部灵活摆动，精准地与位于右侧尾梁末端的尾桨发生了碰撞。这种针对尾桨的破坏呢，显然是精心策划的，旨在造成最大破坏。接着，视频信号中断，后续情况不得而知了。值得注意的是，尽管米28在设计时已经充分考虑了战场生存能力，但尾桨的任何损伤都足以让其失去战斗力，甚至可能导致整机损毁。这里大兵要稍微提一嘴，直升机的工作原理以及尾桨对于直升机的重要性，不感兴趣的朋友可以直接跳过这1分钟。直升机的主旋翼由多个水平安装的旋翼叶片组成，这些叶片围绕垂直轴旋转，通过旋翼的旋转使空气以高速流过叶片，产生升力。升力的产生呢，基于伯努利原理。旋翼叶片设计使得空气在叶片上方的流动速度是快于下方，导致上方气压低于下方，从而产生向上升力。通过调节旋翼的旋转速度和叶片的角度，直升机可以实现垂直起降、悬停以及前进、后退和侧向。然而，主旋翼的旋转会产生一个反扭矩，这个力矩呢，会使直升机的机身朝向与主旋翼旋转方向相反的方向旋转，从而导致飞行不稳定。这时，尾桨的作用就显得尤为重要了。尾桨通常是安装在直升机机身尾部，通过旋转产生侧向推力，与主旋翼产生的反扭矩相抗衡，确保直升机在飞行中保持方向的稳定性。如果尾桨失效或者损坏，直升机会失去方向平衡，机身可能会因为失去平衡而开始不受控的旋转。因此，尾桨对直升机的稳定性和安全性是至关重要。因此，关于无人机成功击落米28的传言四起，甚至有说法认为这是此类交战成功的首例案例。乌克兰方面宣称，隶属于乌克兰安全局的部队利用 FPV 无人机完成了这一壮举。同时，基辅邮报援引 SBU 内部消息，指出袭击发生在俄罗斯西南部库尔斯克地区上空，当前乌军已经取得了该地区的部分制空权。值得注意的是，这是乌克兰无人机1周内第2次尝试拦截敌方的载人飞行器，但具体战果尚不明朗。另一方面，社交媒体上也有俄罗斯账号承认米28遭遇无人机袭击，被迫紧急降落。截至目前，关于直升机确切命运的确凿证据尚未出现，但根据现有信息，其受损或者至少紧急着陆的可能性是极高的。俄罗斯军事博主声称，在库尔斯克入侵中，已有包括卡52、米8在内的3架直升机被摧毁了，并且均指向了 FPV 无人机的杰作。
此外，过去24小时里，又有卡5-2残骸被爆出在库尔斯克地区被发现。从米28事件曝光以来，至少又有2段视频展示了乌克兰无人机试图直接对抗俄罗斯直升机的情景。尽管这些视频并未直接展示交战结果，但它们均聚焦于米8 HIP 系列运输直升机。此前虽有乌克兰使用无人机摧毁米8的传闻，但是缺乏直接证据的支持。虽然俄乌双方均有视频记录显示无人机在冲突中尝试直升机击落的努力，尽管其中不乏惊险的近距离接触和通话片段，但至今没有确凿画面证实直升机被成功击落了。然而3个新的视频的出现表明无人机在攻击飞行中直升机方面的应用正在日益广泛，而且不再局限于直升机最为脆弱的时刻了。无人机追击直升机的战术不仅是乌克兰无人机拦截机队扩展到一定规模的标志，也标志着空战模式的新变革。无论米28交战的最终结果如何，双方都已经深刻认识到直升机在战场上面临的严峻威胁。前线附近的直升机行动自由已经受到了常规防空系统的严重制约，这迫使直升机远离前线，战术调整是势在必行。如果米28在本土领空被击落的报道属实，对俄罗斯而言无疑是一记重击。尽管库尔斯克战役仍处在发展阶段，但根据俄乌战争的经验，搭配 FPV 支援的乌克兰部队在情报侦察能力、机动能力以及单方面打击能力均具有巨大的优势。未来随着技术的不断进步和战术的日益成熟， FPV 无人机在防空领域的广泛应用无疑将进一步加剧直升机作战的复杂性。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战线。最近2天俄罗斯军队继续在赫里伯克和沃夫昌斯克展开进攻行动，但前线没有确认的变化。乌克兰哈尔科夫集团军报告称，俄军队最近将一支部队从被占领的卢甘斯克州转移到沃夫昌斯克方向，部队番号尚且不明。值得一提的是，以前天天在哈尔科夫飞行的俄罗斯航弹这2天消失了，明显是受到库尔斯克的影响。泽连斯基成功地让这些爱国主义航弹回到了他们的土地上。在卢甘斯克州前线同样没有确认变化。乌克兰总参谋部报告称，俄罗斯军队袭击了新基夫卡、彼得罗巴夫利夫卡以及其他几个地区，而乌克兰利用海马斯对博赫达尼夫卡附近的俄罗斯第51空降团指挥所进行了袭击，导致几名营级指挥官阵亡。在顿涅茨克州，俄罗斯军队继续在西维尔斯克方向以及恰西夫亚尔和托列茨克附近展开进攻行动，但是前线依然没有确认的变化。在扎波罗热边境地区，俄罗斯军队在诺沃斯卡以南取得了微小的进展。然而，乌克兰军队在第聂伯罗方向击退了俄罗斯第61海军步兵旅的进攻，特别是在第聂伯河三角洲的岛屿上。有俄士兵在网上晒出了乌克兰的劝降传单。乌克兰开始在占领地区分发传单，内容是俄罗斯士兵投降指南。这份传单从上往下内容是如何投降：一、取下弹匣，将武器挂在左肩，枪口朝下；二、站直，举起或者双手或者是白旗，大声喊我投降；三、听命于接近的乌克兰部队；四、并且满足他们的所有要求。乌克兰遵守日内瓦公约和人道法，确保俘虏能够得到良好待遇。最后是乌军负责投降部门的联系方式。当然，最有意思的是，这些传单背面的内容可谓十分香艳了。不过，为了频道的健康性，大兵在视频里就不展示了。感兴趣的朋友可以自己去搜一搜。当地时间8号，美国中央司令部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称，美军 F-22战机已经在当天抵达中央司令部相关责任区，但并没有透露确切位置和具体数量。另外，8号当天，在美防长奥斯汀与以色列防长加兰特的通话内容中，他们也讨论了美军 F-22战机在当天抵达该地区一事。此前，本月2号，美国防部宣布，美军将向中东地区派遣更多的战机和军舰。F-22是当今世界上最强的空中优势战机，而包括伊朗在内的抵抗之狐成员现有能够与其抗衡的控制力量。以伊朗空军为例，最先进的战机是在海湾战争前采购的米格 29A 战斗机，这是米格29的阉割版了，使用了性能逊于原版的 RPLK-92E 雷达，
降级的 OEPR-NK-92E 光电和导航系统，以及比较旧的 IFF 转发器，同时无法搭载核武器，让这样一款古董级的4代机和 F-22对垒，无异于螳臂当车。显然 F-22抵达中东还有更深层次的理由。早在23年8月，伊朗国防部长访问俄罗斯，仔细观察了与 S-400防空系统并列的苏35和苏57战斗机。当时伊朗媒体透露，伊朗是有意采购20多架苏57，而且由于联合国禁止向伊朗出售进攻性武器的禁令将于2020年底解除，因此有关伊朗大规模购买武器的讨论已经开始了。而前几天呢，俄罗斯前国防部长绍伊古访问伊朗，并且和一众伊朗军政高官会谈。有消息称，双方就采购苏57进行了讨论。苏57是俄罗斯的第5代多用途隐形战斗机，旨在执行制空和攻击任务，拥有一定的隐身性能。苏57被视为美国 F-22和 F-35的对标产品。相比之下 ，F-22猛禽在隐身性方面占据优势，其更小的雷达反射截面积和更先进的隐身设计，使其在隐身性能上是优于苏57。F-22还具备高度先进的航电系统和传感器融合技术，提供了更出色的态势感知和目标获取能力。而苏57的航电系统虽然在俄军装备中属于最先进的一批，但普遍认为略逊于 F-22。在发动机和速度方面 ，F-22配备的普惠 F119PW100 发动机提供了卓越的推力、超巡航能力和整体性能，而苏57当前使用的 AL41F1 发动机虽然强劲，但尚未达到 F-22的水平。因此，俄军也在考虑使用更先进的伊德利叶30发动机替换，但目前尚无消息。巨石强森是美国著名的演员和摔跤手，然而最近呢，他却坑了美国陆军1100万美元。根据一家网站独家披露的文件显示，美国陆军和强森旗下的联合橄榄球联盟达成了一项价值约1100万美元的重要赞助协议。这份合同要求该橄榄球联盟下的8支球队在比赛中要穿着带有美国陆军征兵广告的比赛服，同时巨石强森要在其个人社交媒体上发布陆军的征兵广告。之所以美国陆军要找强森打广告，主要是看中了他的粉丝以及橄榄球爱好者大多数是 Z 世代，也就是2000年之后出生的年轻人。然而美军忽略了这批年轻人呢，现在并不喜欢从电视上观看橄榄球直播了。随着美式橄榄球赛季的推进，其收视率并未能如预期般攀升，在第一周勉强达到105万次观看后，第二周便急剧下降到84万次，降幅高达19%。对陆军而言，这无疑是一个沉重打击。美国陆军内部估算，这笔投资可能无法带来实质性招募效果，预计只能吸引106到891名新兵。但最后呢，这1100万美元不仅没有征收到1个新兵，反而有38个原本准备入伍的美国人在广告发布之后撤销了自己的入伍申请。有小道消息称，美国陆军正准备向巨石强森要回1100万美元中的600万美元，理由是巨石强森在个人账号中发布的征兵广告并没有达到合同数量，但该消息并没有得到美军官方证实。美国陆军第10山地师最近结束了在上月举行的技术展示活动硬杀伤行动，并且发布了相关视频。一款装备了步枪的机器狗成为这次活动的亮点。该机器狗的正式名称是 Vision 60自主无人机，由 Ghost Robotics 公司开发。值得注意的是，该机器狗的特点呢是具备反无人机能力，其前端顶部装备的小型炮塔上安装了 AR-15步枪，并且配备了一个先进的光电瞄准系统。该系统具备红外热成像功能，能够精确锁定天空中的无人机目标。同时，炮塔侧面还安装了激光瞄准装置，后端呢则设有 GoPro 的摄像机，用于实时监控战场情况。在硬杀伤行动中，演示人员通过平板电脑远程操控这台机器狗，展示了其灵活应对无人机威胁的能力。虽然目前尚不清楚该系统是否完全依赖外部传感器进行目标锁定，但未来引入自动瞄准技术无疑将进一步提升其作战效能。同时，有军方背景的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应用物理实验室的标志也出现在其激光瞄准器上。机器狗在反无人机任务中的优势是不言而喻的，
它们能够轻松进入人类难以触及的区域，为友军提供更加有利的射击位置，有效扩大火力覆盖范围。这一特性使得友军能够在确保自身安全同时，对敌方无人机实施有效打击。此外，机器狗的应用范围应远不止于此。它们还可以装备其他类型的武器系统，例如反装甲火箭发射器，以应对更为复杂的战场环境。美国海军陆战队特种作战司令部以及传统海军陆战队部队均已对这类装备进行了评估和测试，展现了机器狗在未来战争中的巨大潜力。装备步枪的机器狗并非解决无人机威胁的唯一方案。美国军方正致力于构建一个多层次的反无人机防御体系，包括集装箱化武器系统以及在德国的任务大师无人车等先进装备。均在这次活动中亮相了，展示了美军在反无人机领域的全面布局。随着技术的不断进步和战场需求的日益多样化，武装机器人正逐渐成为美军战术布局中的重要一环。它们不仅能够提升反无人机作战能力，还将在侦察、巡逻、安全保障等多个领域发挥重要作用，为美军带来前所未有的作战优势。本期视频到此结束，欢迎各位在评论区留言讨论。我是大兵，我们下期再见。